戰的關鍵時刻，我們剛剛才跟大家講，中國沒有油已經跟美國認輸了。但更可怕的是什麼？中國現在被美國打到沒有油之外，更沒有錢了。為什麼我會說沒有錢？你看到朝鮮日報今天特別報一個，他說中國最有名的是什麼？電動車。但它裡面電動車的這個所謂龍頭是誰？比亞迪。但他竟然說超越特斯拉的比亞迪佔有率、盈利性同步下滑，是成長痛還是不合理的擴張？他說比亞迪之前市占率可以高到多少？2024年到15.5%，但是到今年你可以看到1、2月的時候，市场率、占有率竟然变成7.1，掉了非常多。你沒有盈利，你又沒有占有的時候，你會出大事的。但大家聽到这裡會覺得很奇怪，比亞迪或者是中國的電動車，不是有很多的中國去補助它，它才能這個暢銷到海外，完全不怕捲嗎？所以問題點就在這邊，為什麼沒有補助？因為中國已經沒有錢了。那為什麼沒有錢？非常簡單的邏輯，當今天這個企業沒有賺錢，而你中國只拿錢去補助的時候，請問你中國的稅收從哪裡來？等於是你今天只是幫他去書寫，但是你真的要稅收的時候，你1毛都沒辦法拿到，這對中國的財政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影響。但你也不能什麼事情你都不要做，所以今天 Bloomberg 他特別報了一篇新聞說，中國現在已經把這個所謂的手伸到了海外去。他說，中國官員正在加強對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離岸信託來徵稅。簡單來講，海外的有錢人、海外工作人以前有各種方式可以逃漏稅，但現在中國已經盯上他了，他就要從他們身上能夠榨多少是多少。因為現在的中國已經進入到經濟死循環，再榨不出來的話，中國恐怕就要崩潰了。所以松哥剛剛講沒有油，已經完蛋了，已經跪下了。現在更慘是什麼？沒有錢。對，你沒有錢，那你不就被美國打得鼻青臉腫了？對，為什麼這一次我們就說川習會來說，到底是誰要見誰？我們一直在節目這樣講，是習近平想要見川普，他想要改善跟美國的關係。那為什麼要改善跟美國關係呢？因為第一個，你剛才講了，沒有油是一個問題。對，接下來就是沒有錢。對，這個問題更加嚴重。你看，這是朝鮮日報的報道，他報道就是因為韓國跟中國的車子在互相競爭嘛，他講的是比亞迪，因為比亞迪在去年呢，他賣的車贏過特斯拉，變成全世界能源車的一哥。過去幾年，這個所謂比亞迪擴張真的很快。你看它2022年在中國市占率是7.7%，然後2023是11.5%，然後在去年2022年飆到15.5%，去年是14.4%，就今年呢突然之間往下崩，今年1到2月只有7.1%。那為什麼會降那麼多呢？因為很簡單。比亞迪的車子是要靠什麼？靠補貼。中國現在中央沒有錢啊，沒辦法補貼。不好意思啊，等能源車的補貼沒有了之後，你看它市占率才會突然的下降嘛，就是因為能源沒了，補貼沒了才會突然下降。哈，下降之後，那你看它占有率，它去年的這個營收是增加了，但是獲利是大幅下降，所以等於它開始營收減少之後，它那一定虧錢。對，所以比亞迪就彰顯出中國汽車業的一個這個所謂一個算是一面鏡子。你可以看到中國汽車業是營收很大，但是賺不了錢。難怪有人說什麼比亞迪就是下一個恆大。對，因為你沒有補助，對，你要準備爆雷了。是好，那除了這個比亞迪之外呢，來說，那中國沒有錢怎麼辦呢？越洋捕撈，我們在講很多中國就是在境內越洋捕撈嘛。他們現在不止在中國越洋捕撈，到海外去捕撈了。海外捕撈，他怎麼捕撈？這是中國官員加強對持有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離岸信託課稅。好，這什麼意思呢？因為照我跟你講，假設我今天是香港上市公司的老闆，譬如說假設我是李嘉誠好了，我現在開一個這個私人辦公室，我開到哪裡去？我開到新加坡，对，或者我要把部分的股份轉讓到開曼群島去，那這樣我不是就不在中國的境內嗎？我就可以避稅了。那我就是找這些人，你這個離岸信託，我要叫你課稅。張兆和，我發現你是香港上市公司的這個股東，對，你為什麼到那個地方去開一個這個私人信託？那我就要你課稅，這樣一個狀況。最簡單就是他連這個稅他都要去抓，他已經只能這樣幹了。對，他不能再這樣，他要把這些人的錢好狠的洗，狠的榨。沒錯，我就說遠洋捕撈不是只有中國境內，還要到海外去捕撈。好，那我們要講，那你要說，哎呀，你亂講，人家中國經濟去年 GDP 5%啊，那怎麼會沒錢？我跟他講，照理說，你看經濟成長5%，那怎麼會整體下降1.7%？然後中央又下降了6.5%，很奇怪。那尤其我們在看這裡面的數字，而且你可以看到，這 BBC 它特別覺得，對這個數字越看越覺得怪。所以好，我們看裡面幾個比較奇怪的點。我們要分析中國的經濟，你要看裡面的門道。好，第一個，
他說中央層級下降是6.5%，然後中國就說什麼啊？沒有，我們實際中央徵的稅是增加了啊。是因為非稅收的收入下降11.3%，我們把目光焦點聚在結構，因為稅收有很多地方嘛，然後全國收入增加0.8%，就全國的稅收來自全國這個企業跟人民的增加0.8%，但是個人所得稅增獎11.5%，這什麼意思？就是說我都課不到其他稅，但是我從個人所得稅給你狠狠的撈了一筆。第三個是地方稅收增加，但是土地財政崩潰，這個我覺得這很重要，為什麼？他說全國土地使用，因為我們中國都一直在賣土地，因為他們是國家土地，所以賣出去就給民間用。他的收入是4.15兆人民幣，同比下滑14.78%，下滑非常多哦。但是如果你對比2021年的這個8.7兆，它已經腰斬了一半。這什麼意思呢？表示這個告訴你，中國的房地產非常糟糕。對，你看腰斬一半呢？為什麼我要去買中央土地？因為我要蓋房子。对啊，我要開發，我要建設嘛。但是你減少那麼多，表示中國沒有人要買土地，這樣你可以解釋說啊，為什麼中國房地產那麼糟糕？從地方層級賣土地賣不出去就是這樣嘛。對，土地賣不出去，房地產就會不會好嘛。好，那我就講另外一個，連這個一個野村證券的這個首席經濟學家就說，他說税收下滑指向什麼？他不是說非稅收入嘛？他說是企業盈利還有交易活動的下降。所以簡單來說，就是企業增值啊，還有企業的盈利稅在減少哈，但是這是他的說法哈。對。但中國來說，稅收減少這是個事實。好，那為什麼中國稅收會減少？我們再看一個東西，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它是報道這個，我們來給大家看這個圖。這個圖是什麼東西呢？這個圖就是說，從過去以來的話，中國跟海外做了相關的這個生意，你看。他們做的生意裡面來說，你看，這是所謂的美國進口，對，中國大幅的減少，對，台灣在增加，對，所以也什麼意思？它過去是非常多的，對，沒錯。但現在你跟美國做生意少了，大幅減少，好，這是你的錢就賺了這麼多。對，這是這個 smartphone，就是所謂的這個手機，然後看也是大幅減少。所以簡單來說，為什麼中國會出現到說獲利賺不了錢，企業賺不了錢，政府稅收會下滑？因為他都把東西賣到哪裡？他都把東西賣到什麼南非洲國家啦。分到東南亞，對，然後賣到什麼這個南美洲啦。我想，你同樣一台車，你賣到美國的價格跟賣到這些地方不一樣，差太多了。所以就是說，它沒有了這個美國這個強大的市場之後，它當然整個經濟就會下滑。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要急着跟川普改善中美貿易關係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原因。而且我覺得裡面最可怕的是，今天有人講，今天這個所謂的龍頭比亞迪，為什麼是中國經濟這種？能夠從這一件事情完全看得出來，對，他在沒有補助的情況之下，沒想到這個敗相全露。你看到比亞迪每季度都是領先吉利汽車銷量，對，沒錯。但今年竟然落後了10幾萬輛，對，就因為沒有補助，沒有錢了，對，他就跌下寶座了。所以所以如果你從比亞迪來看的話，你就知道中國的能源車就是靠什麼？政府補貼。對，你看沒有補貼，馬上就下降。吉利汽車都是一般的這個燃油車，所以它下降那麼多哈。那因為什麼？因為現在中國要求說你要續航里程要達到100公里以上才能夠獲得補貼嘛。以前只要43公里，所以就屬於阿貓阿狗都可以補貼。現在沒有，要補貼要到100公里以上，所以呢，當然門檻變高。那比亞迪來說，補貼就變少。好，補貼變少來說，我就講比亞迪還算好，它還可以獲利。那我們跟大家講一個，我覺得這家公司根本不應該存在，這個叫未來汽車啊。照我為什麼說它不應該存在？未來汽車在中國很有名耶。對，你看它去年營收874億人民幣，對，折合新台幣是4035億。好，我跟你講，一個做了4035億公司的，你認為它應該要賺多少錢？4000多億哦，對，4000多億台幣哦，賺了1/3有吧？好吧，那結果沒想到它虧了149億人民幣，折合新台幣是688億。他賺4000億啊，他的營收4000億啊，就虧了快700億。你覺得這個公司應該存在嗎？這個公司應該存在嗎？好，而且更慘的是，他過去8年累虧了1100億台人民幣，折合新台幣是5073。一家公司已經虧了5000多億，8年的時間，你覺得這個公司能夠存在嗎？為什麼他一直虧那麼多不會倒？因為中央一直給他補貼。我沒有虧那麼多啊，我還可以補貼，我可以退稅。所以它就是這樣，所以這本來不應該存在，但是中國就一直讓它存在。對，另外一個還有理想汽車，對，理想汽車事實上是這幾年好不容易賺錢哦。你看它的營收是1123億人民幣，折合新台幣是5180億，然後它獲利多少？才賺52億，它新台幣營收是5000億哦，
好，5000億就賺52億，天哪，這利潤率也太低，你到底在做什麼？我講，我們台灣來說，我跟你講，台灣再怎麼不濟，我們說啊，我們那些所謂的茅山道士，那什麼 AI 組裝，人家5000億，人家至少毛利可以抓到4%，你這個毛利不知道多少這個約莫是0.1%左右，這根本太差了嘛。所以我才說，中國的汽車產業，我說真的，這些公司其實真的不應該存在，但是中国就是不會讓它倒，但是不會讓它倒，照我就會變成什麼現象，你知道嗎？我一直補助，我一直輸血，对，就是中國一直不斷輸血，所以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這個發展會越來越差？因為他一直給這些東西爛東西，一直爛到最後，好，那有一天中國受不了，我把它抽手會什麼問題？倒。所以跟你說，今年開始是中國新能源車會倒閉的第一年。如果這個車很好用，大家會買嘛？對。但是問題就是不好嘛？為什麼不好？中國的自駕車不是常出包嗎？你看這個什麼華為的自駕車，華為問界還是說現在的頂款呢？就你看他在開車，那開車他說號稱是自駕就你看這個車，這個是車主的這個 camera， 他居然車子往這個大貨車那邊偏移，他嚇了一跳啊！他自己還把手伸過來，這樣太奇怪了吧？對，為什麼？因為他說，你不是號稱說可以這個所謂智慧避讓嗎？沒有避讓啊，你根本差一點就是撞上啊！就這個車主最後怎麼說？他說我非常後悔買了這款車，要是我的話，我也非常後悔，因為我已經從鬼門關走了一趟，我當然也非常後悔。另外還有什麼？在曹化縣，我就跟你講，怎麼有可能在曹化縣你會這樣做？對，你看他在曹化縣就開到曹化縣，然後就撞到那個人，你不就莫名其妙啊？太離譜了！你這是什麼車子啊？然後這個車子還是尊界 S800，就比較好的那個車。就你到底是怎麼樣？它是定價最高的車款，一台要100萬的。對啊，你看你搞什麼？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還有什麼？他們開什麼？很多這個因為華為的這個車子出來的時候，他們也號稱一個新功能，什麼？就是你只要進入車廂，你只要揮的話，它就它有點隔空控制的感覺，就在那邊揮。對，他要不要關門？揮老半天，門關不起來。对，門關不起來啊，門關不起來，那怎麼辦？最後怎麼辦？他就想說，好了，最後他就伸手把門關起來了，沒辦法了，這下面掐了。所以人家就說呢，不如說它的感應器比那個水龍頭，我們知道有時候我們去洗手，那水龍頭感應很差，它感應比它還差。那另外還有外國人也是一樣，他就可以隔空，他號稱可以隔空，你看在那邊隔空抓，然後他旁邊的人也在那邊抓，大家都來抓，還要擺這個姿勢，就後來他抓了1分鐘，終於才成功。那你想說，那你這個，照我要出門的時候，我們抓1分鐘，那我搞什麼？所以我才跟你說，為什麼會變成是大家不想買？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中國的電動車是完全没有競爭性的，對，你只能靠補貼。如果你今天有競爭性，你還需要靠補貼嗎？早就賺翻了。是。完全沒有能力去吃掉這個市場。不是啊，你推這種功能要幹什麼？你把你安全好好顧好嘛。你那個這種功能就是我講，中國就是賣一個噱頭。對。那最根本的交通，你看最後1分鐘之後，他們那邊很開心。我想這有什麼好開心的，對不對？我就跟你講，這就是中國現在汽車業的困境在這裡。好，那不只是汽車業困境。等一下，這就是汽車業困境。這是第1代的電動車。對，很多電動車變得跟墳場一樣。為什麼？因為大家不要用嘛。我就說你安全性，那你電池安全，我也不管了。所以人家就把電動車開了，補貼完。所以我根本沒開多少公里，對，我就開爽的，反正我錢也賺到，对。但我覺得危險的，对，就把它丟掉，对，就丟掉，變成這樣，好，變廢鐵，對，變廢。所以我講，現在中國你只要聽到電動車，其實很多民眾呢，聽到電動車或者電池，其實是蠻頭痛的。為什麼蠻頭痛？這是在武漢這個地方，這個在湖北省的這個武漢市的這個江夏區的這個黃家湖這一帶。對，你看晚上的時候，很多人上街頭，他上街頭，你看這晚上，他們出來說他們在喊什麼？儲能滾蛋！好，那你想說儲能是什麼東西？儲能事實上是一個他們準備要到當地設廠的一個電池廠。對，那麼事實上我就跟他講。現在中國民眾也是一樣，因為電池廠也是一個算是耗能產業，它需要大量的電，它也需要大量的水。然後你要電池的組裝呢，有非常多化學藥劑，化學藥劑會排到這個河裡面去，所以他們當然大家都不要啊。它距離萬科、理想、星光的這個小區直線距離只有276公尺，各位啊，它距離另外一個小區也只有300公尺，對，這等於是在我的家旁邊這個工廠。鍾哥，我看到這個地方，我最不解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有一家大公司開在你們家旁邊，對，你或許會覺得煩。但是這家大公司，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台積電蓋在我們家旁邊，是我雖然會有點煩，
但是我的房價會變很高。是啊，輝達蓋在我旁邊，我房價也會貴很高。北士科都但是怎麼樣啊？那為什麼今天一個電池廠搞得我家旁邊要蓋殯儀館一樣？對，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們就不是輝達，他们就不是台積電嘛。台積電跟輝達，我們相信它環保又做得很好，對，因為是全世界最高標準嘛，对。那你覺得中國的公司會嗎？害死人了！他們不會嘛，所以為什麼這些民眾會出來抗議？你看晚上抗議，然後還跟鎮暴警察打起來。對，要是我也會打起來，跟鎮暴警察們抗議，那麼打互相互毆。所以這根本不是一個電池廠問題，這是對武漢人來說，這是個生存問題。當然啦，因為他們，我就跟你講，你覺得中國公司有可能會乖乖的說，我這個化學藥劑呢不能夠排到水溝去，他會弄那些東西嗎？不可能，我公司都賺不了錢的時候，我會這樣搞嗎？當然不可能嘛。所以你看遠景，你看這些人就不跟你客氣啦，當然就打起來啦，打起來就這樣啊。你看這個空地要變成是這個工廠，你覺得有人能夠接受嗎？他連把這個空地都哇那坑爛爛的。對啊，所以跟你講，大家就不爽嘛。然後不爽之後，警察抓人，他們在那邊說，警察放人，警察放人，雙方對峙嘛。我跟你講，這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大家這麼多，對，大家可能還要繼續吵一陣子，所以大家絕對不會讓他蓋嘛。好，那我講這就是表示什麼？表示大家連你的工廠的信任度都沒有。好，那麼我們剛才不是講到一個重點嘛，說中國的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減少嘛。好，那為什麼？因為事實上沒有人要蓋。對，趙，你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要蓋嗎？因為現在中國的死人比活人多。什麼叫死人比活人多？中國一年死的人已經比他們出生的人多了。所以中國的房地產的總體需求是在下降，因為人口越來越少。那人口越來越少，因為死的人那麼多，那怎麼辦呢？問題是中國又不能夠土葬，對，只能夠火葬。那火葬的話，那我總要放個地方放這個骨灰壇嘛，對。那國家中國就想出一個新方法，我放到這個骨灰塔的時候要很貴，但問題是現在中國房價很便宜啊。我不是有看過一個房價，一間房價才幾千塊的，都有幾百塊，那我就把骨灰壇放在這裡面就好了。所以現在中國變成一個很新興的叫骨灰房就出現了。而且這是什麼？這是《金融時報》他特別去看，對，就像現在這個什麼，這就是傳說中的骨灰房，對，它裡面這麼大，然後裡面放骨灰，對，他就怎麼做呢？他說我買一個公寓，反正公寓很便宜，我買進来之后我就把它裝潢上，你看就把它裝成是類似我們台灣常常看到的骨灰塔，你看這個塔位的這個狀況哈，然後蓋好了，然後就把那有一個重點，你要怎麼去判斷呢？他會把這個門窗封死，就變成是這個樣子。為什麼要封死？因為你會有日照進來的話，難免會對骨灰有一些損傷嘛。所以你看它這個封死的就是窗戶封死，這就是骨灰房這樣一個狀況。那你看裡面也可以放很多這個骨灰壇嘛，就是我們家族，譬如說，這個某個家族，林姓然後什麼姓，他們就放到這個地方來，這樣就變成這樣。不是，所以它等於房價比骨灰壇或者是靈骨塔還要便宜。便宜啊，對啊，我有沒有聽錯啊？是啊，那你看可以存放數十個，還有上百個啊。這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天買了一間房，我們可以一起放。對啊，100個，大家一起租100個啊，比較便宜。對啊，我剛才一個在中國塔位來說，搞不好一個價格也要價值好幾萬啊。對，那我這個房子買進來，搞不好就幾萬塊而已，那我當然就這樣搞啊。不是，那這樣子我真的覺得太可怕。你說這個封掉的這個叫做骨灰房，對，那上下都還有住人哦。當然有住人啊。那我上下的鄰居，这是我跟骨灰壇是做鄰居的，他根本不知道。那他这樣不知道的情況之下，今天這樣搞下去，難怪房價是會跌。對，房價一跌的時候，也難怪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去拿稅收。對，根本沒有人想要搞啦。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除了它房價比較便宜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你看，中國住宅用地享有政府70年使用權。對，因為中國所有東西都是國家，所以你住宅用地70年，但是墓園只有20年吶。趙和，我現在把我的家族放到這個墓園去，20年我就要搬走了。對啊，我弄一個房子進來，我可以70年，那我怎麼做？那我當然這樣做啊。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哈。在天津也有個地方，他說他是家族祠堂的名義建設的這個骨灰的這個存放設施，它外觀跟一般住宅一樣，但是其實它是累積了好幾萬盒的骨灰。不是，你看這個畫面，一般的家裡怎麼會有那種祠堂這樣，還有花在旁邊？是啊，這樣子這個房地產怎麼熱起來？對，那我就說，我去看房屋，我怎麼敢買？對，那我就跟你說，這個未來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多。我剛才不是講嗎？中國2025年的死亡人數是1130萬，那它的出生人數是980萬，對，所以等於是說，它現在的人口數會開始減少，快速減少之後，你都需要這麼多的這個所謂葬儀的這個狀況，那怎麼辦？
當然就把它放到這個裡面就好啦。難怪有這麼多人都要買。對啊，金融時報去看的時候，他說什麼？一大堆人都要買，儘管中國政府現在做什麼封殺，对，這對我們的房地產會很慘的，不能夠這樣搞的。但是大家還是這樣弄，你怎麼可能封殺得起來？你房地這麼便宜，我就是比塔位便宜那麼多，然後我還可以70年的時候，我當然用買這個。我想這就是民眾呢就知道怎麼去規避這樣的一個情形。好，那我們跟你講，中國房市好不了。那中國的產業也好不了。我剛才講到，不是只有汽車業這樣，對，現在這個中國的 LED 產業、太陽能產業、風力發電產業，幾乎每個產業都是這樣。好，那怎麼辦？所以他們就把腦筋呢動到海外去了。你看，這是 Bloomberg 講的嘛？對持有這個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份的離岸的這個信託，我要開始那個嘛？他講江蘇省、還有深圳、還有上海。他們已經開始跟你說，你有什麼海外的這個收入啊？我們要或者說你過去3年的收入，請你給我看。對，原來從去年有1.04兆美元、33兆台幣的熱錢流出中國。是，這是中國來說，這會痛。33兆台幣，如果能夠讓我收回己用，對，那有多好？簡单來說，你這33兆去海外投資嘛，那海外投資 OK， 我讓你去，但是你的這個收入的這個所得稅我要給你課。那我跟你講，除了這個個人所得稅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他們針對網紅，你看，譬如說，你看去年12月也有網紅陳震，他被繳了多少？他一共被罰了這個稅金跟這個滯納金被罰了247萬人民幣。另外一個還有一個小粉絲，這個坐擁500萬粉的這個廈門小陳，他也被繳了200萬。對，那另外還有一個在美國擁有綠卡，但是在這個的中國籍員工都沒有在中國工作過，他也被要求要繳。所以今天中國出了這一招，為什麼要出？很有用啊！跟這幾個人知名的車評網就可以拿到1000多萬台幣，跟這個網紅也可以拿到900多萬台幣。是。很好賺的，很好割的。我們之前不是有在討論過一個疑似是住在新加坡的超級網紅，不是也被課了非常多稅嘛？對，那我們就不講他名字，所以你就知道說，事實上你看，這就是中國一直在海外，你雖然人在海外，但是我也要你繳很多稅，這表示什麼？表示中國已經沒有錢了嘛？他動到這麼多歪腦筋，就是我要把你們撈回中國的一個狀況。宇軒，新民現在最愛的是什麼？我們中國偉大的芯片夢，晶片夢比什麼都還重要。結果你說這個夢也要破碎了嗎？因為中國很擅長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技能點數點錯點。我們講到 AI 最重要的是什麼？你要堅持我們追求所謂的前端科技，對，包括你的奈米的，我們講超越摩爾定律，包括你的 CoWoS 堆疊，包括你的 FOPLP， 現在都大家都緊急的想把這個運算這個效能提升到越高越好。對，就中國不是跟你拼量。我樹大就是美，所以你知道嗎？他們最近一個展覽我才發現一件事情，比如說這個人就出來講，這是中國的其中一家叫做重慶新聯微電子公司的這種董事長，他跟你講說，我們落後美國至少5到10年，這個東西狀況非常的嚴峻，而且呢，你看他們的做的節點是什麼呢？我跟你講5到10年算是客氣了，55到28奈米。我們來對標一下，55到28，對照當年台積電做55到28的時候，大概是在2011年的時候，我們就在量產28奈米了。我們已經抓最前沿的對，我們還沒有給你抓這個55因為55可是大量的所以你今天這28奈米跟台積電差了15年嗎？差了15年。但是呢，為什麼我要舉這個為例？因為你如果講中國的前端的，比如說什麼7奈米、8奈米，根本都沒使用，因為那個東西沒有量產。我們現在講的是單有量產的產品，結果他們還引以為豪。照你知道他們引以為豪什麼？說我大哥中國勝利了。你看我們今年出口433億美元，年增率72.6%。那這些東西在哪裡呢？一個在 EDA， 也就是他們的自動化設備；另外一個在封測，以及呢它半導體相關的檢測、封裝等等的。總共它加起來低於人民幣1000萬的有1769家，我給他逗一下。因為代表這些公司開的都是想要來討補助的，這同時開來補助的，所以這真的才沒有實質上的競爭力。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為例好了，大家還記不記得 DeepSeek？ 你知道 DeepSeek 最近在中國它有一個新的別名了，已經不叫 DeepSeek， 叫 Deep Sleep 就深深的睡着了。因為前陣子發生一個大狀況 ，DeepSeek 大宕機，所以呢，你只要密他之後，他都跟你講，server接反馬上請稍後重設。對，結果呢，這個稍後一後就7個小時。
足足等了7個小時。你看啊，官方大宕機，29號呢開始發現網頁進行調查，到了呢11點的時候呢還沒修好，的凌晨期間呢還在繼續進行調查，還在想說哪裡可以維修問題。結果呢，一路到了隔天早上10點半才顯示故障排除。就你知道這個大障礙之後呢，發生什麼狀況嗎？一堆學生崩潰，因為第一個他們在所謂的畢業季，所以很多中國的學生呢都利用 DeepSeek 呢在寫相關的畢業的論文啊，或者相關的 paper 啊。再來第二件事情哈，他們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來，各位溯本追源，這是 DeepSeek 它的痛腳。第一，他追求所謂的開源，也是他所有的東西都要 open 給大家。第二，他要追求所謂的普惠，也就是我要用廉價低廉的成本來做到這件事情。那我跟你講，这根本就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現在你要取得的晶片越來越困難。你當時也是偷一堆 H20、H200 或 H100跑去弄的。那問題是現在這個晶片限制越嚴格之後，等於是你不再有那個可能可以去追求你的硬體優化，你買不到美國好的晶片，你又說我要用廉價的晶片呢跟美國作戰，但是你又把你自己所有的開源情報跟美國所有華爾街、矽谷這些人講，那等於是你永遠不可能超越嘛，這是一個悖論死胡同啊！所以他們現在反而轉焦點轉到哪裡去，你知道嗎？機器人搞飛機，我想這真的是搞飛機，他連機器人也要來騙補助。對，我想這真的是騙補助，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哈，他跟你講說我機器人量大，你會發現關鍵字又來了。中國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哪裡有毛病，動不動就說我要拼量，我量超大哦。好，他說你看哦，我每30分鐘呢就可以做一台人形機器人。結果你看啊，裡面的人就在吹，這是中國的一個經濟學家，叫做黄毅平哈。他吹什麼呢？他說哎呀，很多創新早期都很粗糙的，像這個太陽能板的時候，你別講太陽能好不好？你太陽能滯銷都已經很慘了，那所以現在 SpaceX 才稍微好一點。來，每一個創新具體的機器人都是一步步往前走。來，我跟各位講白話好不好？他們這些機器人，你如果沒有 setting 好，他該做什麼事情，他根本啥都不能做。那我請問一下，這是 AI 嗎？不是啊，他就是之前這個所謂的。CC 說的沒有大腦的機器人，結果他們現在想出這樣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來，第一個，華為他們最後的希望，他跟你講說什麼呢？我們來了，趙和，我們現在超音感美對標950 PR 晶片，可以符合支援輝達、酷達的軟體生態。我看到這個，我突然間有點 confused， 不是你說你要超音感美，對，就你跟我講你設計出來的晶片是要符合酷達使用，所以你還是在輝達的框架，所以他的意思說。我還是致敬酷達。以前他們怎麼講的？要挑戰，要把國內 AI 統一。後來跟你講對標，現在跟你講說我們投降，我們遵從酷達的指示，我們遵從酷達的 system， 我們想要成為酷達的一份子。我們之前都在講說華為的晶片沒有人要用，對，很爛嘛，對。結果沒想到，華為出一個新晶片，說有人用了，對，有人用了，為什麼？原來他不要用華為的生態，對，還用輝達的生態，對，就像你說，他這一輩子都沒辦法逃離這個輝達生態，或者脫離這個美國的技術是在上面，這不是很諷刺嗎？就他今天還幹嘛這個喪事喜辦了？對，這像當年小米有點類似，但是小米至少做的比較好。小米那時候幹什麼呢？就是我們的外形長得像是這個 Apple 的手機，結果拿現在不是，他現在說我們外形不像，我們裡面跟輝達有點像，只是比較爛的版本。我想說你到底在講什麼？那你最後面還不是輸給輝達？你最後面怎麼超越？所以呢，他們想出另外一個奇招，這個叫做超節點。節點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12奈米、28奈米，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節點。超節點也就是呢，他把一大堆的爛晶片全部呢，你有沒有玩過直流電、交流電，像那個電力串聯在一起？串聯之後來造和加大台384輛，這個是全部都升騰爛晶片。這麼大台，它的代號叫做384。你知道這個384可以幹嘛嗎？這個384說，我可以 PK 一個輝達的 GB200。來，我跟你講哈，趙老師，384顆對一個輝達 GB200。我講一個道理你就聽得懂了，這384顆可以把我們攝影棚塞滿，這麼大啊！然後他說可以對比2台冰箱。啊，他說：“你看我們驕傲。”我想說，對啦，你中國是地很多沒有錯，所以難不成以後你們所有的伺服器中心都要是美國的500倍啊？我如果算力再提升10倍，你要變5000倍，反正你就跟大家拼土地。所以中國一直在往一個錯誤的方向，想盡辦法要超英趕美，想盡辦法要去發展，但最終的下場呢，恐怕不太會樂觀。慧玲姐，今天中國大家都在討論一件事情。誰可以嗆我的男神？我想，發生什麼事情？原來最近有一部很紅的劇叫做《出獄》，裡面都說男主角長得非常非常帥。結果今天竟然有人去 challenge 他，是誰 challenge 他？是解放軍去 challenge 他，解放軍不爽他，他說什麼？這個將軍啊，
不能沒有陽剛味，還有什麼？他是一個粉底翼將軍。結果解放軍的評論這樣發哦，發完之後我心想，中國沒有人敢在那邊嗆蝦，解放軍爆下面的人呢。結果真的有人上去抗議了，去抗議解放軍了。開玩笑，竟然敢動這個將軍，這個將軍叫做武安侯啊。天啊，這個武安侯這個劇一播出來，千軍萬馬來相見，這些所有的女粉絲們全部都開始在這個解放軍相關的就是他，對啊，不能嗆他，不能嗆他，怎麼可以嗆他呢？怎麼了嗎？奇怪，難得千年出現一個，既然那個他的一個建議非常高超，而且又長得帥，這樣的將軍去哪裡找？也不過在電視劇裡面才會出現。對，怎麼了嗎？不能讓我們看個電視，不能讓我們這個古裝的偶像劇裡面有個帥哥嗎？妨礙到你了嗎？所以這件事情一出來之後，哇塞，這個大家都炸鍋。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開槍的是誰？就是浙江宣傳啊，他講得很難聽他說：“哇，你這個劇人怎麼樣？粉底翼這麼厚，你這樣的形象經過傳播的方式弄到海外去，人家以為我們中國的人民的解放軍都長個這樣子的白面書生樣，那我們軍武不是成了一個笑話了嗎？手無縛雞之力，所以他就罵，他就說，當你這樣子粉底翼將軍出來的時候。”等同於整個影視圈價值觀上顏值在那個進步，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評論他的引述這個浙江評論的，而且你可以看哦，接下來是什麼？軍政品，這名字非常之有意思。為什麼它是解放軍下的？對，軍跟政跟評論叫軍政品。就是你看到這邊，他說什麼？古裝劇裡這種塗脂抹粉的將軍。承載不起塑造陽剛之氣的社會責任，是講得很難聽而且呢，就講了一副好像是因為這一出劇就等同代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堪打一樣，有這麼嚴重嗎？他說把本該陽剛的沙場的將軍變成了為過度柔化、刻意精緻，甚至塗脂抹粉這樣呈現偏離了社會對歷史的普遍認知，也與真正的軍人氣質相去甚遠。哇塞，整個大帽子扣在這出劇的身上，真的，那也是因為這樣。我跟你講《明報》這是香港的《明報》，他講很奇怪中國的官媒齊轟。一起來轟這個粉底翼將軍是有玄機的哦。第一個，我們你剛剛引述的那個軍政評，原來他就是你看軍事的政治評論他說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宣傳的中心然後呢，他說為什麼他要特別去講這件事情呢？因為你要知道，早從2020年開始，中國就針對娛樂圈這個所謂比較粉嫩，或者是說比較偶像白面書生型的男子進行一個大家可以說清掃結果果然你欺負我的將軍是吧？這些的粉絲把命拼你看他回什麼？他說一個軍事有關的賬號不關是你軍事的新聞，你打台灣你準備好了嗎？對於我們這個偶像劇都批批叨叨的講了一大堆，你要收復了台灣嗎？當我放屁放叉一大堆這種話他完全不怕，那社會氛圍直接跟解放軍幹起來的，对，完全不怕，因為這個族語大大滿足，而且族語這部出現給了他所有的相關的勇氣，所以他為了要保護他的粉底翼將軍，根本把命拼。你知道下面一個寫什麼？是官方嗎？打台灣的事情都準備好了嗎？這麼有空來看女裝的這一個女頻的古代的偶像劇你中國人民解放軍，你把軍事的事情搞定了嗎？不然你有這個閒工夫來看我們這個古代的偶像劇？下面你看最好笑是下面那一個寫什麼？第3次世界大戰。居然是藝人的粉絲跟解放軍真的在開戰了，真的是開戰了，得罪解放軍，這個是很大條的事情。你要知道，像這樣子的愛奇藝，如果突破1000萬觀看，通常是要大大慶祝的。結果這一次這一出劇竟然就是無消無息，沒有任何的一個評論或者是慶祝。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心想說，不要讓這樣子好像所謂粉底翼將軍，讓更多的觀眾知道，或是更讓人家看到這一出劇，竟然都不敢講話，故意要好像掩蓋住甚至有人講說什麼太大快人心了。就後來就有網友出來講提醒這個張凌赫的粉絲，大家要冷靜。為什麼？因為牛彈琴，事實上後面是誰？辛華勝。
俠客島後面是誰？人民日報。然後呢，這一次開第一槍的這個軍政平後面是誰？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对，換句話說，你以為你只是在網絡上跟人家開戰，事實上你是在跟人民解放軍嗆蝦所以就有人在提點他，哇，你這些粉絲們雖然很喜歡你的藝人，但是自己的命也是很重要。所以那些去攻擊這種軍政品，我們剛剛講那個人說，這個焚題將軍真的都被封號了，全部都被封號了。那這樣，而且除此被封號之外，你要知道哦，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人民解放軍的宣傳網站，你還膽敢在我的網絡下這樣跟我對嗆，那代表什麼？民心思變。更怕的是中國政府，对，他们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我们之前已經講過一件事情，在天安門那邊有這麼多的軍警在這個地方，現在是什麼？連無人機不能飛，就是不能飛。你飛會出事的。我跟你講，之前已經有個規定，什麼規定呢？你無人機如果在這個北京要飛的話，你要申請，所以它是採取管制。現在已經不管制了，叫你全部都禁飛，不僅禁飛，不能銷售，不能運。你看下面那幾條，3月27號，北京當局出台了一個最新的規定，全面管制無人機在北京全部區域的飛行行動。而且這個全部都禁飛的所有室外飛行要提出申請，禁止非法生產、組裝、拼裝、改裝無人機或破解其程式。生產、組裝這些都不行，禁止北京市新建無人機的儲存場所，禁止6環以內設置無人機的儲存場所。再來這個北京給的理由是什麼？北京作為首都低空安全面臨到更多的挑戰，還有禁止以任何方式運輸跟攜帶無人機及核心部件進京。老天爺啊！一個玩具，一個無人機，現在你現在看到什麼？人民開始怎樣？你知道嗎？他撐着桿子，然後上面是粘的什麼無人機？他把無人機當成攝影機，然後他拿跟我們平常拿手機的自拍桿一樣，就完全變成自拍棒了。無人機不能飛，只能變成自拍棒。但由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什麼？中國竟然現在連無人機都怕。那我問你，這個禁令一下去的話，中國他們自己的無人機製造大廠這個大疆是不是也會面臨到挑戰？所以現在你看習近平怕到連一個無人機這樣子的玩具都在怕。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